轰！空气中传来轰鸣之声，让得整个战场都为之震动。在那片被神秘力量撕裂的空间中，恐怖的气浪如同狂怒的巨兽，无情地席卷着周围的一切空气，因为这股力量而产生了明显的涟漪，波动荡漾，仿佛是水面被巨石激起的波纹，迅速向四面八方扩散。远处的丹神塔以及阴阳殿的强者们都是惊骇连连，就算是郭九牧这等强者，在这股力量面前也不禁心生恐惧。他深知这样的攻击，即便是他自己应对，也是极其的难以抵挡。萧炎面对东魂的致命一击，似乎已无路可逃，他的身影在气浪中变得模糊，仿佛下一刻就会彻底消散而无血。他的脸上写满了担忧与不安，心中默默祈祷，希望萧炎能够奇迹般的生还，因为刚刚也是他给予自己对他的信任，所以自己一定要相信他，一定会没有事情的。哈哈，终于被击杀了，能够死在本魔尊的手里，也是你的荣幸了。东魂的得意之笑在空旷的空间中回荡，实则这乃是那位魔物之音，只是控制了东魂的神识，所以皆是以魔物为主导。他的脸上浮现出诡异的满足之色，然而在这股令人窒息的气氛中，一道雷霆竟是在这片天空中响起。雷霆出现后，那里的虚空便是留下了一道脚印，在这些脚印上则是有着雷霆力量，有着雷霆般的速度，又有着雷霆般的霸道。这便是神行七步中的雷部。萧炎的身影也在那雷霆脚印逐渐的变缓后变得清晰起来，他的双眼闪烁着不屈的光芒，仿佛在告诉所有人，即便是在死亡的边缘，他也不会轻易放弃。萧炎的手掌捂住自己的胸膛上，刚刚感到一股庞大的力量击中了自己的胸口，那股力量如同狂暴的海浪，将他整个人的神魂都差点冲刷殆尽。不过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立马催动的神行七步的雷步，那速度也是在一瞬间将萧炎的身形原地消失。这速度就算是九重天位神的强者都未必能够跟上，所以在刚刚那绝望又危险的攻势之下，萧炎索性逃了出来。众强者望着那道熟悉的身影出现，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如果换作是他们，早已经成为一具尸体，甚至连尸体都没有，直接原地爆裂。他怎么连东魂哥的阴阳神魂攻势下都能够逃脱出来？这除了殿中的殿主大人以及数位神斩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可以在这样的毁灭必杀技下脱险。今日这位教萧炎的强者倒是成为了唯一的一位。阴阳殿的那些强者开始惊骇地议论起来，对于萧炎的实力，他们终于不敢有所小看了。特别是郭九牧，在看到萧炎的身影后，他也终于绷不住自己哪有些扭曲的脸颊，他心中暗自想着，萧炎究竟是怎么做到从刚刚那股攻势中逃脱出来的？但是对于一位九重天位神的郭九牧来说，稍微观察细致一点，也是发现了其中的答案。难道是刚刚那股雷霆脚印？郭九牧似乎想到了什么，猛地一抬头望着萧炎，心中震撼无比。那难道是一道身法神技？不过郭九牧所猜也不假，萧炎使用的正是之前从无量神山之主那里袭来的身法神技神行七步。如今萧炎所施展的雷步只是第三步，至于后面几步的速度和威力都会比前几步强大很多很多。一旦萧炎全部练习出来，那么能逃能攻也能防，这便是神行七步的真正威力。吴雪在见到萧炎的身影时，也是露出一丝失而复得的那般复杂的情绪，一双美眸静静地看着萧炎，希望能够快一点地解决掉眼前的事情。周围的一切都陷入了寂静，只有萧炎急促的呼吸声和微微颤抖的身体在告诉人们刚才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一幕。他抬头看向天空，那强大的阴阳神魂图文已经消散，只留下一片淡淡的光芒在空中闪烁。萧炎深吸一口气，眼中闪过一丝庆幸，喃喃自语，刚刚还真是好险，若不是我躲得及时，今日恐怕真的要命丧于此了。你果然比一些寻常的九重天位神要强上一丝，不过我已经说过，今日你也想破封而出，如果我没错的话，你被封印这里应该也只剩下一道魂了吧？你的魔躯怕是早已经在千万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对付你这位只剩下一道魂的魔物，我有的是办法。望着完好无损的萧炎，东魂的神色都变得格外的狰狞起来，低沉道：你竟然真的逃脱出来了，算你运气好吧，但是运气可不会一直在你的身上，在绝对的实力面前，所以的一切都是无法来100%的弥补，你准备认命吧。闻言，萧炎只是淡淡的一笑，在别人看来这一笑或许是无奈，可对于萧炎自己来说，这一笑乃是他自信的一笑。那不好意思了，认命的人不是我，而是你了。如果是全盛时期的你，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而如今你只是一道魂体，那么我有自信将你彻底的抹杀，让你永远的在这个世界中消失。东魂停了，立马一声大笑，仿佛在嘲笑着萧炎的不自量力。你是说你也有神魂神技？就算你有又如何？我阴阳殿主修神魂，如果让我真正的触及到阴阳之道，那么半道神之下，我便是无敌。东魂嘲讽了一下萧炎，对于神魂神技，他们阴阳殿才是真正的主流。萧炎听后冷冷的一笑道：哦，你的主流？如果说你是主流，那么我便是超级主流。见到萧炎如此放狂傲，竟然不把他们的阴阳殿神魂主流放在眼里，被魔物控制的东魂立马青筋暴起，因为他们阴阳殿主修便是阴阳神魂，
可不能被一个不入流的小子这本嘲讽。好小子，今日你便死在这里吧！你已经彻底的将我激起了杀心。别废话了，快让我瞧一瞧，究竟是你的阴阳神魂厉害，还是我的神魂神技厉害？现在终于可以将那一招施展出来看看，是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了。萧炎摆了摆手，一脸淡定之色，面对着被魔物控制的东魂，竟然都没能将萧炎震伤，同时也彻底惹怒了东魂的杀心。在萧炎与东魂的一触即发时，丹神塔的郭九牧眼神凝重无比，因为他感受到了来自东魂眼神中的那一道恐怖杀气。如果这一道杀气针对的是他自己，恐怕都得忌惮3分。不知天高地厚，看来吴雪小师妹看上的人也不过如此，原来是一个只有一点蛮力的傻子而已。说这话的时候，郭九牧的眼睛则是看向了吴雪那抹精致的容颜，是一个男人都会喜欢，都会主动成为这样一位女人的舔狗。虽然郭九牧大师兄没有表现得非常明显，可他也是一名舔狗。不过在他的心里此刻想着，如果吴雪小师妹的这位如意郎君在这里死掉的话，那么也就会少一个他的情敌，到时候吴雪小师妹肯定心如死灰，届时趁虚而入也不是一件美事。郭九牧的心中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嘴角都有着一道掩饰不住的幅度浮现，目光再次看向萧炎以及东魂那面对战场时已经有了极其压抑的紧张气氛，将他们二人彻底的笼罩一招，我便能解决你。谁让你没能领悟阴阳之道，而我就用我的心学的第3式将你扼杀在摇篮里。萧炎伸出一根手指，对着东魂鄙视了一下，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挑衅。当然萧炎有这样的资本，只是被人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然而对付现在的东魂确实绰绰有序，而萧炎的所准备施展的第3招便是此前灵魂神技的最后一招，也是最强大的一招神魂破天戟。想要修炼这一招，则是需要达到神魂巅峰时才能修炼，如果没有达到神魂巅峰的话，不可修炼。如果修炼了，就会被其中的灵魂神技力量所反噬自身的神魂，轻则神魂再也不能有提升的空间，重则性命不保。如今萧炎随着实力的提升，自身的神魂力量也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层次。在这几年的时间里，他将神魂破天戟修炼至大成，拥有了神魂天戟的真正力量。那种神魂力量能瞬间重创神魂，包括神魂巅峰力量的对手，并且所有神魂力量在神魂破天戟面前皆可破。如果随着自身的神魂力量越强，那么施展出来的效果也是同样加倍的，是一招针对神魂的无敌招式。所以萧炎刚好可以试一试自己的这一招神魂破天戟的力量是否如自己的想象那般强大。真是该死，给我死！东魂的双目赤红，其中布满着无数血丝，同时在愤怒的映衬下更显诡异。他的表情扭曲，狰狞的獠牙似要撕裂一切，嘴角渗出一丝恶狠狠的冷笑。他的身体每一处被邪物力量充斥，每一次跳动的脉搏都带着令人胆寒的杀意。突然间，东魂双手猛地合十，低沉而有力的声音响起：阴阳之法，万魂迷踪。整个天地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神秘的力量，仿佛能将周围的一切吞噬。下一刻，这一股神秘力量将东魂的身体笼罩，黑白色与暗红色的力量在周身交织，在其身后竟然形成了一道诡异的巨大漩涡，仿佛被这一股力量正在召唤着万魂。那股力量的波动竟然让那现场那些神奇强者的神魂都要破体而出，更是要将其吞噬。如果真的吞噬而尽的话，那么不管实力有多么强大的神魂，都会被彻底的被分解，形成了一道道被分解扭曲后的光线，最后消失在这个世界中。随着东魂咒语的落下，一股更加恐怖的力量从他体内爆发出来，宛如一头觉醒的巨兽，震动着整个天地四周的空气仿佛凝固，所有人的心脏都漏跳了一拍，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感笼罩在每个人心头。东魂的身影在这股力量的映照下变得模糊不清，他的面容似乎在变换，每一个细微的变化都透露出邪物的本源。这一刻，他不再是东魂，而是成为了魔物的化身，一个真正的傀儡，任由那股力量操控着他的生死。周围的一切都在这股力量的冲击下变得扭曲，仿佛要被拉入无尽的深渊。东魂的身体仿佛已经不是自己，而是被那股邪恶的力量彻底所掌控。他的存在只为了将这股力量传递到自己的身体每一个角落，只有这样，东魂的力量才会达到更加恐怖的临界点。没想到这阴阳殿神教的神魂这一般强大，如果再给一些时间，或许真的能够领悟到阴阳之道了。届时阴阳殿也会再次诞生出一位超越天位神之上的半道神。不过你只要与本魔尊的力量融合，我便加快可破风。所以在此之前，本魔尊就先将你小子抹杀。诡异无比的魔音从那即将要复活的漆黑法相中传荡出来，魔尊也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力量竟然能够与东魂的阴阳神魂有着如此共鸣。东魂站在浩瀚无垠的虚空之中，身后那个巨大的漩涡如同黑洞般吞噬着周围的一切。漩涡之内，黑白暗红色的能量激烈交织，仿佛是来自暗黑深渊中的邪恶力量在肆意涌动。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在漩涡中汇聚，那道漩涡中的力量也是发生了改变，一尊万丈高大的魔尊法像缓缓凝聚而成，它的每一个细节都显得如此清晰，仿佛可以触摸到那股令人窒息的毁灭力量。魔尊法像的双目如同深渊，
释放出冰冷而残忍的光芒，其身上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符文，每一道符文都仿佛蕴含着无尽的魔力。他高高在上，似乎要将整个世界都置于其脚下，魔气如实质，沉重地压迫着周围的空气，让空间都产生了扭曲。突然间，一声震天的魔音从那尊万丈魔尊法香口中传出，那声音中蕴含着邪恶的魔威，仿佛能够在瞬间横扫天地间的一切。这声音穿透了虚空，让所有的神奇强者都感受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恐惧，就连九重天卫神后期的郭九牧也感受到了一股绝对的危险气息旋即。他的身影以及丹神塔和阴阳殿的那些神奇强者纷纷暴退此地，生怕下一刻将他们都给抹杀了。唯有吴雪还站在原地，因为他担心萧炎有什么不测。如果真的萧炎等会遇险，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前去搭救。